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見。紐約呢，剛剛選出來一個34歲的市長，叫做佐蘭·馬姆達黎，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對不對？但問題是，這個哥們兒他公開說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在華爾街的地盤上，一個社會主義者當了市長。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就在想，這個事兒可能不那麼簡單，所以今天我們就簡單聊一聊這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先說一說選舉本身。11月4號馬姆達黎贏了，贏得還非常漂亮，52%的選票。但最震撼的是這個數字，在18到29歲的年輕人當中，他拿到了78%的支持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這個幾乎是壓倒性的。如果把年輕人的選票拿掉的話，他根本就沒有機會選上。這個其實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左派對右派，而是一場年輕人對老年人的對決。華爾街的反應可以說是太精彩了。選舉前那些億萬富翁簡直是瘋掉了。比如說這個比爾·艾克曼，他砸了200多萬美金想要阻止他當選。摩根大通的 CEO 傑米·戴蒙直接罵他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總共有超過4000萬美元被用來狙擊這個人。結果呢，他還是贏了。然後你猜怎麼着？選舉結果一公布啊，艾克曼他立馬就發推特來祝賀馬姆達黎當選。那如果我能夠為紐約做些什麼的話，請告訴我。我看到這個推特的時候，當時差點笑噴了，這個變臉的速度也算是非常經典了。而傑米·戴蒙呢，就更加高明了，他說他願意合作，但是話鋒一轉，紐約的不平等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但這個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是政策執行不到位。所以你看，他把一個關於體系本身是否公平的問題降為成了一個管理不善的技術性問題。這個話術也堪稱經典，對不對？但真正有意思的是一封5年前的郵件。2020年1月 PayPal 的創始人彼得·蒂爾給扎克伯格他寫了一封郵件，這封郵件最近被人翻出來，簡直像是預言一樣。他說70%的千禧一代說支持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夠只說他們蠢，或者說他們被洗腦了。我們要想一想看為什麼。答案其實非常簡單，當一個人背負巨額學生貸款，住房又貴到離譜的時候，他就會長期處於負資產的狀態。然後這位彼得·蒂爾他說了一句狠話，如果你把年輕人無產階級化，那麼你就不應該驚訝他們最終會變成共產主義者。注意啊，這個話他不是什麼左翼的社會活動家或者是理論家說的，他是一個億萬富翁說的。那這個才是這件事情最諷刺的地方。其實還有一個更早一些的預言，就是1988年王滬寧他去美國訪問，寫了一本書叫做《美國反對美國》。他當時就看出來美國的自由跟平等之間有根本性的衝突。他說美國的偉大跟衰落來自於同一套價值觀，個人主義既創造了億萬富翁，與此同時也創造了被無產階級化的年輕人。30多年之後，馬姆達黎當選為紐約市長，這個事情本身完美印證了我們這個30多年以前王滬寧的判斷。那麼到底什麼是美國夢？它又是如何在今天破產的呢？美國夢曾經不是一個非常虛無縹緲的口號，而是一個真真切切的非常真實的社會契約。那它的意思就是，無論你出身如何，來自於什麼地方，只要你肯努力工作，就能夠實現階層躍遷，而你的孩子一定會比你過得更好。在美國的黃金時代，這個美國夢確實存在過。尤其是2戰後到70年代，這個承諾是真真切切的。哈佛大學有個經濟學家拉傑切蒂的研究發現，194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當中，有 90% 的人他們的收入超過了父母。 90% 這個數字就代表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在那個年代，一個只有高中文憑的男人在工廠找到一份工會的工作，就能夠養活全家人，包括老婆、2個孩子、一棟郊區的房子跟一輛車。這個就是單薪養全家的黃金時代。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從70年代末開始，支撐這麼一個社會契約、支撐這個承諾的3根柱子開始倒塌。第一根是全球化跟去工業化。中國加入 WTO 以後，美國製造業的崗位大量流失，那些能夠支撐中產生活的工會的工作，要麼消失掉了，要麼被轉移到了海外。而第二根是經濟的金融化，公司賺錢，他們不再依靠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一些產品，而是靠投資、靠對沖這些金融的操作，其結果就是生產力再提高，但是工資不漲了。怎麼辦呢？借錢唄。美國家庭的債務從1980年代佔可支配收入的 60%， 飆升到了2007年的 130%。而第3根支柱的倒塌是因為教育跟住房都变成了是社會的奢侈品，而這個是最致命的一件事情。美國的大學學費是完全失控，1963年的平均學費換算成今天的這個價格大概是$5000，到了2022年呢，15000刀，漲幅遠遠超過美國家庭收入的這個增長。有一個案例特別讓人扎心。衛報曾經報道了一位叫做茉莉的作者，他是家族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的成績非常優異，進了常青藤，25歲在哥倫比亞大學，27歲當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的編輯。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成功故事，對不對？但是當他背負12萬美金的學生貸款的時候，他在文章裡面寫道：我仍然一貧如洗，而且可能会永遠都會這樣。他把這個教育系統叫做是龐氏騙局。到2025年的時候，我們發現美國學生貸款的總額超過了 1.8萬億美金。那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個比信用卡債務跟汽車貸款的總額加起來還要多。而住房的事情就更加離譜了，有 77% 的美國人認為擁有自己的房子是負擔不起的奢侈品。彼得蒂爾他在郵件當中說的非常直白，嚴格的區劃法導致了住房供應極度無彈性，而這個就制造了一場財富轉移的浪潮，從年輕的租房者手中系統的持續的轉移到了年老的房東的口袋裡面。而數據就更加殘酷了，從1985年到2025年，房價的中位數從 8.3 萬漲到了 41.7 萬，漲了4倍，但是家庭收入只從 2.3 萬漲到 8.3 萬，漲了不到 2.6 倍。所以切蒂的研究結果是毀滅性的。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千禧一代來說，他們的收入想要超過父母的概率從之前的 90% 驟降到了 50%。 所以美國夢從一個必然的結果變成是一個拋硬幣只有一半一半機會的這麼一件事情。我們再來看一看新老交替的財富數字的對比。出生在嬰兒潮那一代的美國人，他們40歲的時候中位數的淨資產是 11.3 萬美刀，而千禧一代只有 9.1 萬。嬰兒潮一代他們40歲的時候2/3擁有自己的住房，而千禧一代只有 61%。 2022年嬰兒潮一代的美國人，他們掌握了全美 51% 的財富，戶均164萬美金，而千禧一代以及 Z 世代他們加起來總共才 10.7%， 戶均 22.1 萬美元。這些數字就是馬姆達黎他能夠贏得選舉的原因。我們再來聊一聊大國競爭這個維度。這個事兒它不僅僅只是美國內政，它其實是中美俄3國社會流動性的一次壓力測試。我們看到最近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 NBER 有一個重磅研究，它提出了2個概念。第一個就是結構性流動，這個事情就像是坐電梯，它整個國家在高速發展，所有人都會一塊水漲船高。另外一個社會的流動叫做穩態的流動，這個其實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機會平等。當電梯停下來不動的時候，你能不能靠個人努力往上爬？那這個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過去30年，其實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電梯模式的典範，年輕人的這個教育跟職業的流動性都超過了 50%。但問題在於 60% 的這個職業的躍遷跟 68% 到 81% 的教育的躍升都是靠電梯，也就是國家轉型帶來的。而真正的穩態的流動性呢，如果我們只看父子的樣本，
中國是27%，母子的樣本更低，只有19%，而俄羅斯它的教育流動性是42%。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當電梯停下來之後，一個俄羅斯的孩子，他通過教育打破父母階層的概率，其實是中國孩子的將近2倍。所以中國就必須要持續在科技上取得突破，來讓整個社會的這個流動性，也就是讓這個電梯能夠繼續有動力往上推、往上走。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發現，就是在中國，一旦一個家庭進入到了大學及其以上的這個教育階層，平均需要7到10代人才有可能向下流動。所以看起來高學歷階層的這個護城河比我想象當中要更深。而美國這個社會其實面臨的是雙重打擊。第一個就是美國社會的這個電梯啊，其實早就已經停了，水漲船高的這麼一個時代，在美國社會早就已經結束了。第二個更致命的是什麼？就是教育的流動性，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收入跟財富的流動性。美國或許它這個教育系統給了寒門子弟接受教育的機會，但問題是什麼？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問題是通過巨額的學生債務跟高房價，其實堵死了美國的這些子弟，他們把教育轉化為財富跟社會階級的這個通道。俄羅斯的情況比較特殊，俄羅斯他們提供了一個轉型失敗的案例。苏聯解体以後啊，我們看到休克療法，它非但沒有能夠帶來美國夢，反而催生了寡頭。從1991年到1998年，俄羅斯人均 GDP 暴跌 60%， 一直到2006年到2007年才恢復。但諷刺的是什麼？在穩態的流動性上面，俄羅斯表現得相對不錯，這就說明一個有着深厚教育底蘊的社會，它內在的機會公平的韌性可能會比想象當中要更強。而中美呢，實際上像是在進行一場賽跑。美國的問題在於它的軟件，也就是美國夢這個意識形態，跟它的硬件，也就是階層固化的現實發生了脫節，甚至發生了致命的衝突。結果就是系統報錯，爆發了馬姆達里這樣的一個政治革命。中國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呢？中國的問題在於說，它的硬件，也就是經濟增長正在降速，沒有辦法在掩蓋軟件，也就是社會流動性方面的不足，結果就是用戶方面出現卡頓，也就是出現了躺平這樣的消極抵抗的社會現象。躺平跟內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症狀。躺平它不是懶惰，而是對於這個努力的邊際效益遞減的一個清醒的放棄跟自我的放逐。內卷是所有的人在一個封閉的劇場裡面站起來看戲，所以導致最後誰也都看不清楚，但所有人都變得更累了。那如果我們回到個人的层面來聊一聊2個具體的人或者是2代人的話，大家对於這個事情，對於美國社會正在發生的一些非常深刻的社會變化會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們先看看 Sarah 28歲，她從 NYU 也就是紐約大學拿到了碩士，她背負了15萬美金的學生貸款。她是一個自由職業的平面設計師，年收入6.5萬美金，但是沒有醫保也沒有退休金。她住在布魯克林的一個合租的公寓，臥室的月租只有$3000。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他稅前收入的 55% 還沒有到手上捂熱呢，就轉手要送給房東，而且他還要還學生貸款。Sarah 雖然接受了美國社會的精英教育，但並沒有實現階層的躍遷，相反，他被鎖死在了無產者的地位。他沒有辦法儲蓄，他不敢生病，他也不敢想買房或者是成家立業。所以當馬姆達里說我們將凍結租金的時候，儘管這樣一些承諾看起來非常空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甚至是適得其反，但是對於像 Sarah 這樣的人來說，這個不是一個激進的口號，而是一個看起來非常像是一個救命稻草，或者是他看起来唯一的一個生存的希望。而 Robert 65歲，也就是 Sarah 的父親，他是1982年從美國的大學畢業，他暑假打工就可以支付自己的學費，在畢業的時候幾乎沒有背負任何的債務，30歲就在紐約的郊區買了房。
Robert 他一生信奉努力工作、勤儉節約，他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女兒為什麼接受了更好的大學的教育，反而更窮。他覺得女兒之所以投票給共產主義者，是因為她選擇了一個不穩定的職業，是因為她被白左洗腦了。我想在這兩個案例當中， Sarah 的絕望是結構性的，而 Robert 他的這個困惑是經驗性的，因為他沒辦法理解自己的女兒，他也沒辦法理解他當年非常輕鬆就得到了一個中產階級的門票，但是為什麼在女兒這一代卻已經不復存在了。而這樣一種經驗方面的鴻溝，就是兩代人他們的斷層線，也是美國政治極化之後最核心的一個斷層線。而新市長馬姆達里本人，他也非常具有戲劇性，因為他本身有非常完美的一個經营的開局。他的母親是國際知名的電影導演，他的父親呢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而他本人在頂尖的學校接受高等教育，也曾經是嘻哈歌手。但是畢業以後，他選擇在皇後區當指贖預防顧問，也就是住房的維權顧問。他的工作就是日復一日的幫助無數個好像 Sarah 這樣的年輕人避免被銀行跟房東來驅逐。他親眼目睹了系統在 B 面是如何非常冷酷的運轉，辛勤工作的家庭因為一份醫療賬單或者是一次失業就會被掃地出門。所以在市長的這個勝選演講當中，他說傳統智慧會說，我不是一個完美的候選人，但是我年輕，我是一個穆斯林，我是民主社會主義者，而最該死的是我拒絕為此道歉。他代表的不是一個努力融入舊系統，而是用自己的身份來重塑這個新的系統。馬姆達里提出的這個 CUNY 的新政，就是讓紐約的私立大學恢復免學費，回應被學生貸款壓垮的負資本的一代。他提出凍結租金跟租戶優先購買權，讓租戶有機會買下自己住的樓。他直接挑戰了彼得蒂爾說的房東對於租客的財富轉移。所以他的政策本質上實際上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兩大壁壘的一個定點拆除。所以馬姆達里的勝利，它不是底層的民粹起義，而是被剝奪的一個精英預備隊的一個內部政變。這些人他們接受了美國最昂貴的精英教育，體制榨乾了他們的錢包之後，卻拒絕兌現許諾的地位跟生活。所以他們用精英教育賦予他們的一些技能，很好的口才、社交的能力、媒體組織以及社會動員，用所有這些他們學會的技能來反過來向辜負了他們的這個社會體系來宣戰。紐約年輕人的選擇可能並非是像很多人描繪當中的無腦向往共產主義，恰恰如彼得蒂爾所預言的，他們的投票是非常清醒的、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別無選擇的一個經濟的決策。他們未必是真心向往馬克思主義，只是想擺脫負資產的狀態，而馬姆達里可能是他們唯一的希望。那這個事兒最後會怎麼樣呢？如果我們把鏡頭拉到一個更高的地方來俯瞰的話，就會發現1947年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教父喬治肯南，他寫了一篇著名文章，奠定了冷戰的基石。他說，美國如果想要戰勝蘇聯，最終的武器不是更多的航母或者是核彈，而是其國內治理的示範效應。美國必須要向全世界證明，它能夠成功的應對美國社會內部的問題。美國之所以能夠打敗蘇聯，贏得冷戰，與其說是軍事上面的勝利，不如說是美國夢那個美國社會的內部契約的勝利。而肯南的警告，我想放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內凝聚力是其最核心的國家的安全資產，而馬姆達里的當選其實就是向全球發出的一個最清晰的信號，美國正在非常艱難地應對其內部的生活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有兩種非常有預見性的未來。第一種觀點認為馬姆達里的當選是崩潰的喪鐘。我們發現美國社會的這個代際的矛盾、階級固化跟意識形態的分裂是不可調和的。美國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的極化，不再是非常溫和的政策的分歧，而是我們與他們的一個身份的對立。而最危險的一種情況是
而最危險的情況是彼得蒂爾預測的一個代際戰爭，嬰兒潮一代其實控制着美國社會的這個政治議程跟財政的預算，他們要的是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國家買單的醫保跟養老金的系統。但馬姆達黎代表的這個年輕人一代，他們要的是重新分配、租金控制、債務免除。所以我們會發現兩代人他們這兩種的訴求其實是根本對立的，其結果就必然會是殘酷的代際戰爭，會耗盡這個社會的財政空間跟代際之間的社會信任。而第二種觀點恰恰相反，他認為馬姆達黎的當選其實恰恰證明了美國的自我糾錯的能力。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美國面臨比今天要更加嚴重的危機，而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當時被視為是非常激進的社會主義，但羅斯福建立的那些非常激進的機構，比如說聯邦存款保險、證券交易委員會、社會保障機構等等，如今已經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這個基礎設施。所以新政它不是用社會主義推翻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為了自救的一個深刻的革新。從這個角度來看，馬姆達黎的勝利或許並不是美國赤化的開始，而是民主體系面對社會流動性危機的时候觸發的一個免疫反應。而那 78% 投票的年輕人，他們支持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反而有可能是在拯救那個已經辜負了他們的美國夢。視頻的最後聊多兩句，就是不管美國選擇哪條路，我想這樣一場美國社會內部的危機已經成為21世紀大國博弈的核心變量。對於投資者來說呀，美國的社會風險已經超過了金融的風險。那過去我們可能主要看美聯儲、看通脹，但是現在最大的這個尾部的風險有可能會來自於美國社會內部。而對於中國來說，必須要在一個內向並且分裂的美國中重新定位。華盛頓精英鼓吹的中美競爭，在於普通美國選民那個地方已經不再是他們關心的優先事項，他們其實更加關心像房租啊這樣一些內部的事務。那所以這個事情對於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個內顧的美國，全球的戰略執行能力將會大打折扣。從系統韌性的角度來看，21世紀的大國競爭，它不是看誰沒有問題，而是看誰能夠更早的、更有效的回應內部的社會流動性危機。馬姆達黎的當選是美國民主壓力閥的一次劇烈的、混亂的，但又是非常公開的啟動。他通過政治的休克，強迫美國的精英階層來直面底層的社會危機。而中國在面對躺平跟青年失業的時候啊，傳統的這個壓力閥，經濟的高速增長正在失效。如果不能夠及時開闢新的壓力的釋放渠道，這個威權的脆性將有可能會在長期的競爭當中暴露，就好像美式民主的這個極化的脆性已經暴露了一樣。所以如果中國只顧着投餵電力，也就是一心想着實現科技的突破，但是遲遲不願意去翻蛋糕，也就是去解決社會機會不公正的問題，那麼最終也有可能會複製美國的悲劇。21世紀大國的競爭，真正的賽場它不在於外部，而在於社會內部。核心的問題是誰能夠先修復好自己社會那樣一座已經斷裂的通往未來的階梯。那今天的美國還有1930年代那樣的自我糾錯的能力嗎？在被惡性極化和政治僵化困擾的這麼一個社會體制底下，美國它還有沒有能力跟政治意願去推動21世紀的新政呢？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它不僅僅決定紐約一個城市的命運，它也不僅僅只是美國的內政，它將會決定美國夢的未來，並且從根本上決定美國、中國跟俄羅斯在全球制度競爭當中的一個最終的結局。馬姆達黎的崛起是美國內部結構性危機的一次政治上的攤牌，這個可能不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而是經濟學的復仇。好了，今天的這個視頻就先聊到這個地方。您覺得馬姆達黎的當選是美國崩潰的喪鐘，還是自我糾錯的陣痛呢？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如果喜歡這些視頻的話，請記得點讚、訂閱並且分享。祝您有新奇愉悅的一天，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謝謝。